是不是老张在打扫这个养殖场？你看，现在养殖场是老张家的盼头，所以说每天都必须要啊，老张也给他打扫。就是每天最近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动作嘛，就是昨天才回来嘛，嘎，回来然后这会儿开播，因为没有什么做什么啊。是的。鸡全部卖出去了。现在我们的鸡啊，已经这个全部被订完了。对。到时候我们家里省了20-30只。对，一个鸡都没有了。不要搞太干净啊，留一些树虫给它吃。大家不是说的要给它这个啥这个消毒嘛，哥？要消毒的话，可能要消毒才好一点，是吧？你看老在上面弄，因为现在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活了啊，他只有弄这个了。最开始建立了这个，过年卖了好几千块钱嘞，卖了接近200只，几千块。小宋，你老丈人好辛苦啊。李老伯哥，老丈人他就是这个苦命人啊。我们都让他休息一下啊，他早上没亮就起来就做这些嘛。走，我上去给大家看一下他把养殖场弄多干净，好不好？大休息不上去了啊。我们家大姐也在啊，三姐也在这里。你慢点哦，走的你慢点啊。小叔还没回来，哥还没回来。小叔的话，他这个照顾六叔啊，没办法，哥没人去加油照顾啊。解心感2天，哇塞，那么又在安排鸡了啊。这是那么呀，那么这个大姐啊，在安排鸡了吗？解心感，你看胡子叔还在那里砍猪草。老丈人闲不住。今天家里比较热闹，像养殖场的话，大家觉得我们是找别人弄吗？还是等小叔回来弄？小叔可能还要个3-4天、4-5天，你们觉得可以不？安排2只鸡啊？三姐。安排2只鸡，我的天啊！不够吃呢，主要是不够我吃吗？不是，怕你说大伯回来不够吃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大伯回来的话，就让他大伯吃好。三姐，不是一个太收了。哥姐一个鸡真不够吃啊。三姐，我说实话嘛，是吧？我就怕大伯回来的话，大家也吃不好啊。我们也想大伯回来吃，因为大伯来吃的话，就怕他吃不好嘛，是吧？也难得来一顿。是的啊。那个太瘦了。小舅子，你问弟弟看今天晚上那个弟媳来不？来啊！来不来，三姐来不来？我今晚弟媳要来啊。大家好，可以啊。应该会来。他肯定来。不给大伯吃吗？大伯现在在他家里啊，住的地方。看，即便是没有牛了，你看胡子叔还是要砍鸡啊。因为我们家里现在的话，也是鸡，如果正儿八经养起来了啊，比如说有个700-800只、上千只，他们跑的话，那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，是不是？各位姐姐们，这个鸡全是做个鸡翅的啊。胡子叔还是挺勤快的，你看，叫专业人见是吧？小宋把他用水泥给它做起来是吧？我们待会儿上去看一下这个鸡场好吧？这里的话，我们请人的话，老丈人说，如果请人就请包工头，给包工头的这个徒弟过来啊。还是等小叔啊？你们觉得？小叔还要个3-4天啊才会过来，因为这个我就怕在这里时间太耽误了，知道吧？老干部终究是麻烦事是吧？这大伯现在家里没有什么活了，胡子都准备失业了啊。这里是投入了300只鸡苗啊，这里啊。胡子可以啊，这么多啊。对，胡子可以哦。这里都投入了这么多鸡，好吧？这里300只，昨天才拿回来的，我们回来才拿回来的，请人最好了是吧？对，大姐今晚好像是在这里吃饭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对，那就不要等了，不差几天，大家觉得等小叔吗？等小叔有个好处就是给他开工资，如果不等小叔的话，咱们就把工资开给包工头啊。不差几天啊，因为主要是最重要就是小叔啊，我们也想照顾一下他啊，照顾一下他的婶婶，因为小叔没在家里，婶婶有干嘛接心感。这个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你是说的这个穿的什么衣服啊？不是，是穿的衣服，穿的什么衣服？没事姐，没事。没事。快起事啊，哥姐，大姐可以啊，大姐还送红包啊，这个太不好意思了。小聪要给大姐的孩子红包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哥，因为大姐孩子还有二姐他们孩子的红包，
我们还没有包括三姐还没有包，是因为他们好像是说的是哪天要去大姐家里啊拜访一下，还要去二姐家里这个去拜访一下过年嘛，知道吧？我们还没有去嘛，因为二姐跟二姐夫也是在等我们回来之后，然后再做这个过年的团年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做，现在年都过完了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在同一天给他们包红包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，可以吗？因为现在的话，我也没有那么多这个现钱啊，等他们去二姐家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包，不然这个包一下那个包一下，忘记了啊，因为二姐夫专门等我们嘛，哥姐姐，我可能要下一下播，我重新下一把，我马上开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哥姐们？我下一波刚刚这个被提示了，我怕账号出问题，的话，出问题的话不好，好不好，哥姐？我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下一下，我怕如果再违规的话，他就会被抬走，要注意一下啊。是的。刚刚大姐还给了两个这个红包，我天呐哈，那就是按照我们的说法，就是等到其实说的是后天或者是大后天，我们一起去二姐夫家里的时候，我们给三姐还有大姐还有二姐的孩子一起包红包，好不好？因为孩子比较多，还有小就是我们都还没包，可以吗，哥姐们？因为这2天呢，过年啊，怎么在放假？最主要就是我跟你们讲嘛，朋友们，最重要的就是二姐跟二姐夫他很仗义，知道吗？他专门等我跟舅舅我们回来，然后再办团年。你们可以想一下，团年的话是要请很多人的啊，亲朋好友，你看专门等我们，你说这我们肯定要一起去啊，因为大姐夫还没去大姐夫家里我们去过了团年，还有就是大姐的话，他们家里我们也要去一趟，到时候我们去了再给他们包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去大姐家和二姐家就行了。然后我说哪天来叫他们过来一起吃饭。给胡子说啊，我让胡子给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因为昨天没给胡子。主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说话了啊，因为胡子这会儿肯定累了，没吃饱啊，没吃饱的话他是这样子的，可以啊。因为我现在是很懂胡子叔了，他累或者是心情不好他不会说啊。好，我上去看看好不好？给胡子买一个粉碎机，切多少方便？家里有粉碎机的哥，有粉碎啊。你看2买鸡啊，大姐去换了一条裤子啊，没有养牛哥。胡子叔砍的是给鸡吃的，因为家里鸡比较多。老干部没有在这个不在家里啊，小叔在陪六叔啊，因为六叔的话不得劲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啊。你看老丈人给我姐妹看吗？他老丈人就行不下，你看他把这个叶子给他，等一下，没事，就你不要说爸爸，所以爸爸是个勤劳的人，就不说爸爸去了。爸爸是一个勤劳的人。他笑了，真的。我是每天爸爸要带鸡回房间住。老丈人看到这个小女儿说话都笑得不得行啊，笑得很开心啊。大我不干活是吧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把这个弄下来的话有没有意义？他弄下来这个烧火吗？还是干嘛？老丈人太勤劳了，你看，他就没有请下过我待会儿上去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多么干净啊。对，这个要硬化一下，可能要稍微好一点。这个很肥啊。老人在做事吗？能人看吗？可以配合胡子叔配合，不用搞干净树叶。我待会儿上去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爸爸录的多干净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干净。可以在那上面睡觉，三姐啊，真的可以睡觉。老丈人用实际的行动教育直播间的你，独兰哥，因为不能这么说啊，因为老丈人，我的父亲。这个岳父啊，他是非常勤劳的，这是勤劳在骨子里面的，他的这一份勤劳，你看嘛，因为他这个无私的兄弟在他家里生活，你看你们就能看得出来啊，他特别的勤劳，你看嘛，刮得好干净啊！我现在上去带大家再看一下啊。你看，如果在农村打扫干净这样，真的几天还没打完，对，是的，知道吧？你看那么多书，天天怎么可能打得来？等一下书它又要掉，知道吧？对呀，又要掉，但是还是打。老丈人好黑吗？老丈人确实很黑啊，哥姐啊，跟非洲来的差不多。赶紧烧了，赶紧喜欢。哥，你说你打扫太干净，没有虫子，鸡吃什么？没有虫子，鸡吃啥啊？真的。我上去看一下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其实这个树叶烧光了的话，在上面烧都可以啊。你看这里，大家说这里要硬化一下是吧？省心点了啊。哇，这个烟子，你看，哇，好烟。你看哥姐姐们，你看这些的话，你看它弄得多干净，你看
上面今天扫了又扫啊，但是这个的话，你看2天，你看多干净。哇，这个鸡自己知道在这睡觉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人都可以在这里睡，你看到没有？声音，一点异味都没有啊。那里鸡吃干净，以后3姐装小树林吗？哦，对了，哥哥姐姐们，你看，这还有，你看，这上面的树，这是岳父说的，砍一些。他都打草，在这里他都打草啊，像他也打草。好干净嘛，你看这多干净，你看，这个上面这么多叶子。他打草太干净了吧？对啊，几堆火，你看。下午他都在这里打草。对，一直弄。哎，慢，小心。那里还有一堆。其实这个场地还挺大的，说实话啊，挺大的。他们这种应该没问题，哥啊。你说3姐，这个机场好大哦，确实是啊。这有多少平方，哥？你们觉得有多少平方？你看下面，包括这上面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才走了一半都没有啊。那上面还有这么宽，你看一半都没走到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转角，这里以后3姐晚上睡这里啊，这里不敢这个地方。我都不敢在这里。2、3天是应该没问题，大家说2、3天是没问题。这么大机场，700平有700平方吗？说1200平方。我爸爸说这个有1000多个平方这里，但是要加上下面的话可能才有啊，上面应该有700、800差不多。这里很大嘛？很大啊。鹅进去了啊。不知道。有可能进去对，了。有几只鹅不怕这个有什么黄鼠狼啊？这鹅还比狗了厉害。比狗厉害吗？对，老丈人太辛苦了，确实是个。那么这里是老钟和那个小叔一砖一砖的这个给它码起来的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。看到这里，现在这个也算是老张家的这个产业了。你看，这上面很光啊，没什么都没有。哇，小叔家的这个山好高啊！我天哪，我才看到。小叔在这里啊，小家在这里。回去上一个3天是没问题啊，差不多。今年我们就是想的是把这个机场给它做大一点，哥，看能不能给它做大。我还没有去看武术，哥，但是武术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，你们觉得吧？虽然他那些儿子给他媳妇儿还有女婿啥的，没有来看过老丈人，当时老丈人生病没来看过，但是我们出于礼貌也去看一下，搞得像模像样了，必须的，哥，一定要做的这个像他们回事啊！毕竟这个说实话，大姐，妈妈过年卖了好多鸡啊！你看我们那小鸡啊，这么多都卖完了，哥姐。现在还有70个。准备有人订了。对，马上别人结婚要把鸡全部拿走，说这个生意真可以做，哥呀，真的，真可以这个生意。3姐，是我鼻子闻不到吗？还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？我也闻不到一点味道。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！你看爸爸刚打扫什么？我好干净啊，哥姐，真的，你看，哎，那几只鹅在哪里？我看鹅是不是在称霸王？我看一下啊。哇，没有，在哪里了？这里面没有鹅啊，这里面没有鹅，鹅在哪里，哥哥姐姐们？不知道，是爸爸转下面去了啊，有可能。不看人要有志气啊。喂。老丈人每次生大病做手术，早上上次那个做那么大手术，他们都没有人来看，知道吧？爸爸说还可能就上面。在上面休息是吧？来了，这里，看还有几只鹅，可以看。怎么我没看到？我看到了，哪里？对，太晒了。4只鹅，这里啊，这里，3姐问鹅在哪里？鹅在上面。你是外国女婿啊？鹅在巡逻，你看，鹅就是要这样在上面跑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人在这里，它不敢啊，你看它不敢来，它怕。1000多只差不多啊。我们这个配的话就是300只是吧？这300只给它投了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投入是吧，3姐啊？因为这个鸡啊，说实话，这附近都没有大的养殖场，知道吧，哥姐？你看邻居马上有人结婚了，都来这里订了。现在这么讲，这个生意已经是算是打出去了。这个比卖水果强，就像我今天在视频里面说的啊，比卖水果太强。卖水果1年啊，半年卖鸡7天，真的，哥姐们，这个真可以做这个生意。鸡的话，一只鸡可以对半赚，比如说成本30块钱可以赚30块钱，好吧？几百只太少了，先加500只啊。我们先加个这个300只啊，5000只应该养不了，哥姐。
目前养不到。如果太多的话，养不起。养不起啊，确实是啊，我们要慢慢的来是吧？对，免得你看监控，我们家还有监控，到时候我们看看给它安上啊，哥姐啊，也安上。小钟也要摆正你的位置，你是个女婿，将心比心啊。好的哥，知道哥。反正他们去我就去嘛啊，但是我们下去啊，小钟现在成就了。上面没有装水龙头吗？没有哥，没有，有电啊，这有根电线，看吧，电线的话可以上这上面。再见，我们下去啊，再见，直下去啊。下去嘛。我在前面啊。看这老人家的房子很漂亮是吧，哥姐？对啊，真的很漂亮啊。好漂亮。站在这里都看得出来，哥姐啊，这个房子是不是不过时也不落后啊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像别人家的房子都说实话就那样啊。老人家的房子跟小时房子一个照一个样子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是不是三姐啊？都是大家的功劳。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我们下去啊，小心，慢点啊。这里还硬化一下，到时候我们修那个仓库的时候啊，慢点三姐啊。修那个仓库的时候，这个一起给他家里给老人家弄一下，对，给他硬化一下。这里确实是有点危险的啊，进到的是骨子里面，看吧，你半点是改不了的，你看。这办法多勤劳，你看啊。他把这个树叶踢了有什么意思啊，哥姐们？你们来帮我们说一下来。站起来了啊！你们说把这个给踢了有？慢点，慢点。上去扶一下上去嘛，有规模才有效益。叫你老丈人自己就干了。要经过雨季的考验啊，这边的话它不会说很冷，但是雨还比较大，你看。没意思啊，他是闲着没事干。我也觉得啊，这个。不切包哦，不切会包死的哦。那老丈人还是懂得比较多哟。这是甘蔗是吧？甘蔗鸡标小葱必须每一批都要清除。是的哥啊，这个我记得是养鸡的，是不是这个？之前您在我们这边好像讲过。这一次的话，它都是消毒，然后消毒的。这是芦苇啊，哦，甘蔗就要这样哦。那可能这个父亲懂得比较多是吧？啊，都没人管了他，哎呀。没人管了他反正就是想多做一点嘛啊，老张就是想多做一点。你看家里现在没人牛了，他始终是他也想干活嘛，多干一点。我们家打了个水井，哥姐打到这里的啊，看吧，这里个水井的话下面有60米。到时候如果说我们在省城区的话，那是不是也要打同样的水井，哥姐是吧？也只是开这样的孔，对，是吧，三姐啊？你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水井是吧？对，基本这个水就很多了。打这个井的话还是代价挺大的，当时就打这个水井特别好，这个是比较先进的水井，不是那种老水井啊。消毒是最重要的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老张干活要戴手套，现在好像今天还没有打光脚板，哥姐们。平常你不要说戴手套了，鞋子都不能穿，真的。武叔现在怎么样？我没有去啊，云志哥，没有去武叔家里。武叔现在好了一点点，好了一点了是吧？在家里吗？他在家里啊。我说回来在家里啊。没有去他家里啊。因为医生定了1个月后去。1个月再去查是吧？对。1个月。去弄这个。1个月。他先让他看一下这个颈椎啊，就怕瘫痪，好像是这样子啊，大家啊。看颈椎看了之后再去做手术，就怕他瘫痪嘛。医生让他自己选择，也可以马上做手术，也可以再养一下。去看看武叔吗？但是武叔无事在家，我不想去，各位姐妹。这会儿，其实这会儿的话，吴婶在家里我不太想去，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看吴婶也在家里。你看吴婶他也是比较没礼貌那种嘛，我也从来没跟他说过话，然后去了怕略显尴尬，你们觉得呢？但是武术也挺好的啊，三姐啊，武术挺好的。我人家这不你不要去是吧？你要去看一下啊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去了他去给不去啊？大家都说不去是吧？秋秋也是，行吧，大家啊，我们就不纠结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不然有些哥姐们又觉得小孩没礼貌。这个卫生间现在是胡子叔的这个专属卫生间啊，你看胡子叔始终是这么勤劳，要去，要弄这个给鸡吃的。你看他好勤快啊，三姐啊，我真勤快啊。你看弄了很多，这个都是给鸡吃的。对，全部是给鸡吃的啊，因为家现在鸡比较多。
但是现在的话比过年期间还少很多了，过年卖了很多，因为对，你是女婿续不续都行啊。好的，哥姐啊，不打带钱，看看武术还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武术在家咱们还是尽量的这个不去吧，你们觉得呢？等武术这个婶婶无事没在家的时候，咱们找个机会去一下，去看看这个他，好吧？可以吗，哥姐们？就这样决定。别墨迹了，好。博主很勤劳，你看，这以前是大伯的工作，现在大伯的话也没有过来干过了啊。哥姐们，你们猜一下啊，大伯今晚来不来吃饭？大伯今晚来吃饭了，我们扣一波1，好不好？不来了扣一波2。但是我觉得大伯今晚肯定100%会来啊。你看小树没在家里，这个狗都过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今晚下去吃这个火锅啊，2罐。姐姐，拉姐，不给大伯吃啊，不，大伯会来的今天啊，应该会来，因为他中午没有过来，下午也没有过来，要去看武术，好，去，到时候再说嘛啊，这是小舅子啊，哥姐啊，小舅子，姐做饭，大姐做饭特别好吃啊，我爸说啊，点杠，这大姐的孩子啊。大姐小孩现在很乖啊，长得越来越像大姐了，特别乖。明天我拍一下啊，拍下来然后在视频中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嘛，家里就没有闲的人，哥姐看丈母娘看嘛。你们觉得他们家里人勤不勤快？哥姐们，是不是相当的勤快？你看到没有？真的就没有闲的人呢。我看到丈母娘家里，看嘛，哥姐们，说实话，有的时候看到干活，我不帮忙我都不好意思。说实话，哥姐，一家人真的没有事就要找事去做。我就嫌嘛，这家不一样，没有闲人，真没有闲人。你看，没有事必须要去找事做啊，围堵了。我最闲嘛，就现在没事啊，哥，就确实最闲啊。你看嘛，家里真的啊，每个人都是，你们看出来没有，朋友们？啊，也不能说我们那没这些人啊，只是说每个人工作不一样啊。闲人小众是吧？走，就我们去武术那里看看走。我们不去他家，我们去他武术下面。好吧啊，看到也不好是吧啊？可以。明天再去。改天我们再去啊。每个人工作不一样吧，只能这样说啊。你看嘛，我朋友们，我不骗你们啊，每天早上我们起来是吧这边7点一般要起来是吧？我要起来吃药，然后我就看到丈母娘老丈人始终都在干活，都在忙，就没有休息的时候，除了中午啊，中午他们这边都要睡觉，因为啊，哎，这个人说卖我们地啊，之前他卖我们啊，洗澡啊，大家还记得这个人不？他说卖我们地开始涨价，还好不买它。他还记得吗？好，三姐没有怀孕啊。你们来，都是我都没有，哥也我没看啊，你们在看。唯一丈母娘在忙，没有啊？这个是，你看这个老爸爸又去上面了，你看老丈人好像又去上面了，我天哪！他推车。他太忙了，我天哪！刚刚在弄杆子，一看哦，这还是这样，别理他的地没有买啊，他坐地起价，这个不讲诚信啊。这家人只有胡子是真长了，老丈人家里他们都是勤劳的人啊，朋友们。你看嘛，只有大伯啊，稍微这个可能你们说的啊，稍微那个不得劲一点。点了。